艾希，你还记得竹子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吗？只要你想读书，我会一直供你读下去。听见了没有？艾希，我们都是女人，对不对？我们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嫁不嫁人，嫁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无所畏惧，勇敢。现在可能是难了一点，但是你这里，只要这里有自信，相信你自己，有信念，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人跑到你们大非洲来，没有人帮我，对不对？我自己摸爬滚打到现在，有了我自己的家，我的餐厅，我过得好不好？还有那些医疗队的阿姨们，你也都熟悉了。吴梅阿姨、孙阿姨，她们都活得很精彩。想不想像我们一样，活得精彩？艾希没事了，是皮外伤。你不去陪陪他吗？瑶瑶，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啊，我看看。我们瑶瑶是善良的孩子啊。好了，好了啊。你们收留艾希吧。啊？你说话呀！为什么不行呀？瑶瑶，爸爸知道你心疼你的朋友，但是做事情呢，得讲究方式方法，对不对？你先听我说啊，这是桑拿，很多事情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假如我们一冲动就做了决定，有可能给 AC 带来更大的麻烦。你明天就要走了，你去跟你的朋友好好告个别吧。太疼了。竹子妈妈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明天的飞机。我们还会见面吗？当然了。之前来了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一定会再见的，现在一个也都见不到。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我说过我们会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拉钩。好，你能给我讲讲中国吗？珠子妈妈说中国很漂亮。好呀。这些你都去过？对啊，我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游乐园。哎，这是谁啊？他是李小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李小龙，还特意去学了截拳道呢。截什么？啊打！截拳道。女孩子还能学这个呀？这跟男女有什么关系啊？喜欢就可以学嘛。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家有一个很漂亮的湖。对，我家有个湖，叫做西湖。我们那里有一个传说，就是白娘子跟许仙。白娘子是一条白蛇，她修炼了1000多年才来到了人间，然后就遇到了许仙。这是一个很美、很美、很美的故事。有机会你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拉钩。拉钩。哦，对了，这个送给你。这个给你，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他会保佑你的。我等你。回去以后，好好调调作息。你看你现在瘦的，人也不这么年轻了，天天熬夜，病早晚得找上门来，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你的工作，我也不是那么了解。如果实在干得不开心，想辞就辞了吧。你找个工作还不容易。我听连院长说，你们明天早上5点半从这儿出发。嗯。我今天晚上值夜班，实在没法送你了。
长途飞机很累，早点休息吧。嗯。我去值班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我把他的祝福来给你，祝你一路顺风。谢谢了，也祝他健康。好啊。哎，小贤，哎，快！张老师，啊，哎，郝佳呢？他值班。值班？哎呀，他值什么班呢？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哎，走吧。
不许看。昨天这个刚手术的病人一定要加强关注，继续给他使用抗感染治疗。 Dr. Ma, Hi. is this beautiful lady your wife? Yes. You're beautiful. Thank you. May I hug you? Sure. You're beautiful too. Thank you. Hi, Miss Ma. You are actually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And Dr. Ma here is very, very, very lucky man. Can I? No. You can kiss me. Oh, thank you. 你好，我叫玛丽安，我是马医生的董事，我们在诊室里一起工作。我很羡慕你能够成伟大的妻子。谢谢。马医生啊，哎，这位是你妻子吗？哦，小贤，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坎哥院长。哦，你好，幸会，欢迎来到我们这。你好美丽呀！谢谢。您一定不知道，你有一位多么优秀的爱人。马医生在我们医院最近呢，抢救了很多病人的命。这一看到你，我才明白那句俗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哎，感谢您，能够在家里这样照顾他，他才能安心上班工作。中文说的真好。欢迎。哎，马医生，有些工作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您给我们1分钟可以吗？什么事？是这样，马医生，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病人都非常重要，当然了，家庭更重要。那么我跟江队长呢已经商量好，给你批一个1周的假，让你能好好休息，更让你好好陪伴你的美丽的妻子。你看怎么样？谢谢院长。可是我的这些病人怎么办呢？这个安排好了，我跟迪斯麦斯商量了，他非常乐意呢，分担你的工作。真的非常感谢。赶紧去陪你的妻子好好玩啊！谢谢。回见。弟，明天我知道，这个病人基础抗感染治疗，给320万个单位的青霉素，然后每8个小时1次，对吗？谢谢你。我这几天不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干嘛去啊？陪着你啊。好，那你们忙吧。好，拜拜。拜拜。拜拜，媳妇。拜拜。拜拜，师母。放心，胎心率152，一切正常。胎心啊，跳得还挺快。哎，我听说胎心快好像应该是女孩儿。哟，要是女孩的话，那随我啊，不如随你好看。长得像你们俩谁都好看。这之前一直怀不上的时候吧，我还挺盼着，一怀上了，搞得还怪紧张的。哎，这个千万别紧张啊！你现在是关键时期，千万别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多休息。常来，你多看着他点儿，厨房啊、菜地轮值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让梅姐做。你看，这人家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要遵医嘱。这事儿，队长还不知道吧？都不知道呢。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赶紧从国内派人来接替你。
你千万别啊，这多耽误工作呀。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心心念念，终于盼来了，恭喜你们啊！谢谢苏医生。行，快回去好好休息。哎，好，行，走，多休息。走了啊。真美啊！这儿特别神奇。每次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到这儿来，看着它，就能放下执念，忘掉那些烦心事儿。 1年半之前你说要来非洲，我还不乐意，还替你担心来着。现在看来，我担心是多余的。这趟你来对了。那你呢？回国之后打算怎么办？我来之前，楠姐说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啊，到了我该回去正式面对的时候了。 我打算辞职，真的想好打算辞职了？你同意吗？当然，以后只要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我都支持。那你以后多了一项任务。什么任务？你得在这儿多给我拍一些素材。我想自己做一个专题。没问题，我把每天重要的事儿都给你拍下来。还有吗？ 还有，记住你写的那句话 ：“Remember the time, our Milele。” Remember the time, our Milele。 楠姐，哟，回来了啊！来，给您带了点小礼物。哇，谢谢谢谢，快坐。晒得够黑的，怎么样？好玩吗？好玩，没白去一趟，收获不小。啊，该看的风景看了，该见的人也见了，该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自己挺满意？挺满意的。楠姐，我决定转岗去做新媒体。批你假那天，我就料到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后不能做您的兵了。其实我很开心，应该我对你说恭喜你。人活一辈子，很多人害怕的不是面对未来的未知，而是从来不敢做出改变和选择。其实我以前也是那样的，是您给了我勇气。真羡慕你，还有敢于改变的勇气。不像我，只敢想不敢做。姐，感谢您培养了我这么多年。又不是不见了，去了新的舞台，不忘初心就好。你去哪儿我都高兴。哎，对了，有想要做的吗？已经有些想法了，我在非洲拍了一些素材。您放心，我还是原来那个我。我觉得您之前说的对，有些东西既要坚守，也要适应时代的改变。我对你有信心。时代在变，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
只要信念在，只要认准了路出发，总会到达。谢谢你。哎呀，抱抱你。祝你好运，也祝您一切顺利。各位，还有3分钟，大家再检查一遍，做好播出准备。好的。哎，贤姐，贤姐，姐，你回来了。姐，大家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姐，你可回来了！你看这新节目，一堆事儿，你要再不回来啊，我可是真的干不了了。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我是硬着头皮上，还是离不开你。有没有我都一样。那可不一样。1分钟倒计时。小张，哎，这么大的错别字你看不见吗？哪个？哦，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改。做事认真仔细点，赶紧再检查一遍。好的，好的。哎，姐，等我忙完再跟你好好聊啊。时间要到了，马上开始了。时间要到了。10秒准备。10、9、8、不知前方的夜有多长，5、黑暗中有坚韧的目光，浮云遮住北斗星光芒，风雨卷起千层浪，地狱冥途的无常，望着同一个方向，等再次天亮，我们结伴去明天流浪。你的微笑写着沧桑，你的白袍铺满梦与想，背负晴天无畏的闯，挡着雨像太阳，那肩膀如城墙，谁心底是柔软又坚固地方？离开家，赴四方，把信念装行囊，谁梦中不怀念故乡？出现彩虹曙光，这孩子昨天入院的，高烧不退，情况有点复杂呀，胸闷气促，咳嗽咳痰，还有发育迟缓的现象，双肺呢都有感染，心脏有杂音很响，应该是有先天性心脏病。胸骨左缘第二肋间。连续性机器性杂音，有震颤、皮多亢进，应该是动脉导管未闭。看来分流量很大，难怪这么严重。看这个情况啊，必须要手术了。那只能你来做啊。我研究研究吧。阿米娜塔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说说你们的想法。先给他做抗感染，强心利尿，纠正心衰，再写封介绍信，让他家人带他出国动手术。为什么要出国做手术？在萨那，没有人会，所以这些孩子需要医生进行评估后，根据病情轻重决定需不需要出国做手术。其实我在想啊，你们俩想不想一起来做这台手术？我们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阿米娜塔心超和 CTA
提着他的动脉导管未必应该是管型的，可以介入封堵或开胸结扎。可是呢，卡塞医院没有 DSA， 阿米娜塔的病情又等不了这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手术方案就是结扎术。而这种手术在中国，在心外科并不难。这种手术我在中国跟着我媳妇做过，确实并不太难。所以，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好，我愿意试试。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先从内科治疗开始，争取先让阿米娜塔的一般情况好转。同时呢，你们要去好好的复习动脉导管和周围血管神经的解剖结构，然后要去好好的看一看教科书，仔细的学习一下手术流程，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才可以。苏莱曼，交给你一个任务，从今天开始，你来教迪斯马斯打结。没问题，师傅，你放心。谢谢，谢谢马医生，让我有这次机会在萨娜的土地上开始做心脏手术。你知道，在萨娜，腺性病的孩子太多了。我当然知道，所以帮助你们建立发展心外科，对于你们来说尤其重要。马医生，我有个妹妹，叫米娅，比我小5岁，可惜她很小就不在了，跟你阿米娜塔一样的年龄，一样的病。I'm sorry。米娅是我随意的愿意，我更希望在我生之年，用我双手救更多的孩子。迪斯马斯，你知道我们中国医疗队为什么来桑拿吗？为了让你和跟你一样情况的人没有遗憾。我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医生能做到的，可以让你们桑拿医生同样能做到。我相信，如果米娅知道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够救治更多的孩子，她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Daru, are you the one who gave injections to all the 6 new patients? Yes. Is there any problem? Show me the prescriptions. Show me. Okay. Here it is. I have 1, 2, 3, 4, 5, 6. 我检查了，这6个人是同一天时间发生的腹泻和呕吐，腹泻非常严重，伴有不同程度的脱水，腹痛不明显，也没有发烧，所以我怀疑是霍乱。霍乱？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一起这样的病例，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急性肠胃炎，谁都没有在意。后来发现病人开始脱水，血压不稳，并伴有急性肾衰竭。还好我们当时的主任非常有经验，迅速将病人进行了隔离。并且向防疫站要了霍乱的活菌血清做了分型，这才避免了一场霍乱的大流行。霍乱在国内很少见，但是在这儿很常见。我没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去跟坎科院长汇报。哦，还有，注意个人防护啊。好嘞。拿了口罩了。我跟他们提个醒。你跟他们提个醒。全都需要佩戴一次性的手套、口罩。去把今天腹泻的6个病人转移到这个病房来。
全都需要打好留置针，外周静脉条件不好的就换留置深静脉。这些病人都需要补液，每个患者都要留取大便送检。治疗过程中，你们需要做好个人防护。开始工作吧。OK。梅姐，头部烟也拿到了，来放这边。Osman, are you okay? Hey, Osman, can you wake up? Osman, come on, boy. Wake up, my boy. What? 今天上午，急诊和门诊收治了8名疑似急性肠胃炎的病人，其中2名休克死亡之外，剩下6名症状高度疑似霍乱。他们的大便样本已经送去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坎昆院长出差，我已经报告给他，他也上报了卫生部。卫生部全权委托我们中国医疗队应急处理。在座的各位当中，5枚护士长有救治霍乱病人的经验，下面我们请他发言。目前呢，我已经把这6名病人设置在了临时隔离区，然后也对医院的防护用品进行了分配和清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后续肯定有大面积的感染，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预备工作。杨医生今天清点了一下医院的物资，现在由他来向大家汇报一下。卡塞医院现有一次性手套21000双，一次性外科口罩37000只，碘伏525瓶，8次消毒液348瓶。消毒泡腾片20盒，另外长筒雨靴10双，药房的口服补液盐135盒，霍乱弧菌血清现在没有。如果疫情蔓延的话，我们现有物资肯定是不够的。我也上报了大使馆和国内的卫计委。参赞说，原塞比纳亚医疗队愿意提供抗疫物资和血清，但是需要我们去边境去取。国内的卫计委同时也在紧急准备后续的抗疫物资。目前3件事情是我们需要马上行动的。第一，我已经调查了这6名病人的资料，他们都来自于叫伊家村的地方，我怀疑感染的源头就在那儿。已经让咱们医院联系了当地的村长，那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卫生所和2名村医，在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就由我先带队过去吧，把源头控制住。梅姐，我跟你过去。我也去。我也去。溯源不用这么多人，我和马家去就行了。吴副市长，我也去，我跟你们当翻译。梅姐，碰上孕妇只有我来，所以我必须跟你去。好吧，苏欣和玛丽安，再加上你们2个，不用更多人了。吴副队长，我必须要跟你去。抗疫的物资要及时到位啊！用于检测和分型的霍乱活性血清氧一定学会。队长，他们这儿的海关手续特别慢，你亲自跑一趟吧。工委跟我去。好。另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全院要进行全面的消杀。我们还要开辟更大面积的隔离区，所有的医护人员分成2组，一组负责正常的门诊和霍乱的预防宣导，另一组就要负责隔离区了。所有的疑似病人都要根据症状的轻重进行分诊，分别收治到轻症区和重症区。江队，这里需要一个总调度，你看谁合适？常来吧，孙省长协助。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暂时就这些了。那大家分头行动吧。好。好。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完全传授给他们，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我们一直都讲授人以鱼而不如授人以渔，但是呢，他们始终就是局限于他们自己的一些条件，因为他们的设备、他们的设施没法很正常的开展这些比较高难度的手术，一些规章制度的推广跟制定，因为他们的条件没办法去建立一个很完整的医疗规范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的物资，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技术，去帮他们去把这些事情呢做规范起来。比如说无菌技术啊，比如说一些检查设备的使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帮他们的。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小姑娘，是一个胸壁的巨大淋巴管瘤，这个毛病呢是很容易复发的。她的那个淋巴管瘤啊是在左侧的胸壁整个都是，然后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了，但是效果都不好。再后来呢，就是我跟这个多哥医生，然后2个人就讨论了很久，就是各种方案怎么样处理。手术当中开进去啊，发现他那个淋巴管瘤是弥漫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淋巴管瘤，然后在最后呢，手术效果还挺好，他也没有复发。到最后他好的时候，我们还合了个影，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再有机会去非洲，那我想还是原来的立场，国家需要，一定要去。